为了对抗绝症，接受机械改造插管续命法，把只有180天的命延续了快2000天。这个人就是彼得·斯科特·摩根，是全球赛博格实验的第一人。什么是赛博格实验？彼得接受机器改造后，身体又有哪些变化？小记驾到，啥都能唠。首先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赛博格实验。简单来说，赛博格实验不仅能为人类超越极限而生，还给身体缺陷者带去了希望。一些因意外失去双手或者双腿的人，可以通过赛博格重新拥有人工机械手臂或者双腿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彼得·斯科特·摩根。他在2017年确诊了渐冻症，但在确诊之前，他还是一名机器人科学家，用自己的肉身做了全球第一人的赛博格实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趁着自己的胃部、结肠、膀胱报废前，提前接入导管，外用机械来顶替身体原有的器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亲自设计改造方案，但这个续命计划的风险依旧非常大，稍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是对于彼得来说，他很愿意做一只人类实验的小白鼠，他希望赛博格实验发扬光大，同时他也想看看人类可以把多大程度的科幻变成现实。那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呢？全球赛博格实验第一人彼得·斯科特·摩根甘愿做人类实验的小白鼠，在患上渐冻症之后，义无反顾地在2018年7月进行了快4个小时的实验，3合1以命换命手术成功完成，赛博皮特 1.0 正式诞生。手术后的皮特看着精神状态很不错，对着摄像头介绍着自己身上仪器的作用，他表示很满意。随着他病情加重，呼吸功能也逐渐的衰退，因此他又进行了喉管切除的手术，接入呼吸机，这也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为了留住声音，他决定改进赛博皮特 1.0， 专门去了录音室，录制了上千个词组，把这些交给 AI 来学习，来充当他的声音。同时他还会用面部动辅最终克隆出赛博皮特 2.0 代替自己说话，还和英特尔顶级 AI 团队合作，只为创造出有思想以及有判断能力的自己。 Hello, I am the future. I am the beginning of Peter 2.0. 最终，赛博皮特 2.0 正式诞生。这个时候的皮特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不能说话，面部也没有表情。虽然在和病魔斗争5年后，皮特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是他这一实验为人类渐冻症书写了一个新的可能。接下来说一个大家关心的事儿：作为人类死去，还是作为赛博格活下来？你会选择哪一个？美国田纳西州有一名男子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，参加赛博格实验后有了人工手臂。加拿大一位失明的男子在经过赛博格化的改造后，可以成功的将摄像机里拍摄的图像传输到脑子里，让他能够看见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可能看到这里，还有人对赛博格不太了解。更具体一点来说，他也被称为电子人、生化改造人，是一种机械化的有机体。更简单来说，赛博格就是一种半人半机械的存在。虽然看着像机器，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人类，因为控制赛博格的也是人类的大脑。但任何的科学技术有利就有弊，因为有人把赛博格用在医术上，就有人把它用在了战争上。美国对赛博格技术非常的重视，甚至还投了巨量的资金。他们认为赛博格技术可以很好的提升人的听力、运动力，那么在战场上也就不容易被打到。2004年，日本某公司就研发出了类似于外骨骼的装置，可以让人体的肌肉力量得到瞬间增强10倍以上。但是这一技术也被很多爱好和平的人所抗拒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